咱们上一回啊，说到宋钦宗继位，宋徽宗交出权柄，退出了政治舞台。刚一登基，就要面临一个超级烂摊子，太原以北的领土沦陷，燕京失守。钦宗皇帝在第一时间派兵阻止金军南下。12月27，下诏命节度使梁方平领骑兵7000，守卫黄河黎阳津北岸。步军都指挥使何冠领兵2万，扼守黄河南岸。这个地儿在哪儿呢？今天河南浚县东南方向，古时候的黄河流经此地。这个黎阳津是黄河上一个十分险要的渡口。说金国人眼瞅着就要打过黄河，北宋的形势危在旦夕之际，有一位人物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第一次汴京保卫战即将打响，人们到底能不能守住汴京这座100余年的都城呢？被派到了黄河岸边驻守的何冠啊，字仲元，开封人，早年因为武选登第，到河东为将。古时候弓马娴熟是一员将官的基本素质。何冠在射箭方面有一项绝技，说有这么一次，在野外遭遇了一伙西夏骑兵，何冠是箭无虚发，而且几乎每射一箭都能贯穿追兵的铠甲，从胸前射进去，从背后洞穿，然后再射中后边的敌人。史籍的原文，冠射接掣甲，至洞胸出背，叠冠后继，枪拒而隐却。这一手一箭双雕的绝活让西夏人开了眼，追兵们因为害怕纷纷退去。还有一次啊，这个何冠在担任火山军巡检时期，辽国人经常越境来取水，何冠亲自划定边界，不允许他们再来取水。辽国人呢，一怒之下兵马犯境。何冠朝着一处山崖射箭，每箭必中，有的箭头直接射进山石。辽国人很吃惊，把他当成神人，随后悄悄退去。30年后，辽国的萧太师和何冠相遇，两个人聊起了当年往事，说当年你们这边是谁呀？那个剑法那么了得呀？何冠回答说那就是我呀。萧太师肃然起敬，赶忙向何冠行礼。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按理说派去镇守黄河应该没问题了吧，可是他偏偏就没守住。靖康元年的正月初2，金军东路军二太子沃利部所部以郭药师为先锋，攻陷了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这里距离黎阳啊已经只有100里左右的距离。黎阳守将梁方平天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对黄河防务丝毫不做防备。等到金军大批赶到之后，这位将军跑得比兔子还快，扔下营寨，跨马提枪是绝尘而去。梁方平这一跑可不要紧，下面的军卒也迅速溃散，他们胆战心惊，过了黄河，然后就烧断桥梁，望风而遁。由于太过于仓促，有数千宋军没来得及过桥，就淹没在了河水中。南岸的何冠所部也受到影响，士卒们很快不受控制的跟着逃散。何冠不得已收拢余众，退守到了京师。在这之后，秦国二太子沃利部统领大军来到黄河岸边，看到南北两岸竟然没有一兵一卒守御，随后分5天时间从容不迫的渡过了黄河。过河的时候还不忘嘲讽，说南朝可谓无人啊，若以1-2千人守卫黄河，我们岂能渡过呀？这黄河啊，本来是阻挡金人的一道天堑，可惜没能善加利用，女真铁骑如入无人之境，浩浩荡荡奔着汴京杀来。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得报以后啊，不免心惊胆战。在金军渡河同一天晚上，他迫不及待的带上皇后以及一众皇子公主离开汴京，乘船东下。坐船早了一截，这个徽宗啊嫌船太慢，上了岸改为乘坐监鱼，仍然嫌慢，于是呢又从岸边找了一艘运输砖瓦的船来承载。因为走得匆忙，也没怎么准备，这时候大家已经饥肠辘辘，也顾不得身份了，从撑船的人那里要来一块炊饼。徽宗和皇后分而食之。时至冬季，河道枯涩，走着走着发现这河水已经浅到没办法走船，徽宗就舍船登岸，骑上一匹骡子继续向南飞奔。一夜之间驰骋了数百里，第二天天一亮抵达了南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徽宗来到馆驿稍作休息，随后呢骑上他心爱的小骡子继续赶路，一直到扶犁，就是今天安徽宿州一带，
终于又坐上了官船。船行到了泗上，就是今天江苏盱眙西北。这个期间呢，童贯、高俅等人领着兵马风尘仆仆赶到。徽宗上岸到集市买鱼，因为这个鱼价和卖鱼的还吵了一架，回来以后还专门赋诗一首。此时的徽宗已经完全没有了落魄逃难的感受。转眼他这一行人就渡过了长江，来到京口，就是今天江苏镇江。从此呢，接着奏乐，接着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就好像金人的威胁完全不存在一样。隆冬时节，江南是一派山清水秀，完全没有北方的肃杀景象。就在宋徽宗流连京口，笑傲湖山的时候，东京汴梁城下刀光剑影，正经历着一场事关大宋生死存亡的激烈厮杀。北宋朝野内外对徽宗昏庸误国强烈不满。一位名叫陈东的太学生，在徽宗退位的第4天开始上书，他把蔡京、王府、童贯、梁师成、朱冕、李炎这几位徽宗宠臣统称为六贼，请求钦宗皇帝将六贼诛杀。这封奏折洋洋洒洒隶属六贼之恶，痛快淋漓，鞭辟入里，受到朝野内外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新皇帝的认可。靖康元年的正月，宋钦宗下诏将朱冕免官流放，而后呢中途处死。已经逃跑的前宰相王府家业全部充公，他本人被贬斥永州，最后被开封府派人杀死，取首级而去。大宦官梁师成、李炎也是相继被赐死。蔡京被贬官流放，死在了路上。童贯也在放逐的途中被砍了脑袋。至此，喧嚣一时的六贼全部灰飞烟灭，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太学生陈东血气方刚，年轻气盛，这样的人适合去摧毁，但是不适合去创建。靖康新年伊始，最紧要的是如何组织防御，击退金人。这个问题显然无法依靠太学生去完成。好在徽宗临走前留下了一个优秀的大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纲。李纲字伯济，祖籍福建，生在无锡，两宋之际的抗金名臣。在宰相吴敏的推荐下，钦宗见到了李纲。君臣二人一见面，李纲分析了金军出兵的5点诉求：一是欲称尊号，获得宋朝的尊重；二是索还逃亡到宋境的百姓，女真人少，人口大量流失是件大事；三是增加岁币；四是欲求犒施之物，说白了就是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五是割地。李纲认为称尊号和归还逃离百姓对宋朝没有实质影响，应该尽力满足对方。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也可以商量，只要花钱能解决的都不叫事儿。第三项增加岁币必须慎之又慎。这个之前宋徽宗许诺的岁币已经很高，金国人欲求不满，这种持续性的支出会造成一定的负担，不能再轻易的增加。唯独第5项割地是万万不可，疆土是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尺寸都不可以让给他人。同时，李纲建议钦宗以此5条为原则，在军事方面不可松懈，加紧备战，御敌固守。转一天，李纲被提拔为兵部侍郎。宋代的兵部在军权方面相比之前已经被削弱了许多。兵部在唐代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到了宋代以后，考虑到唐末5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把军权转归枢密院和三衙，指挥权交给了枢密院，统兵权交给了三衙。三衙是哪三衙呢？殿前司是为亲军马军司，是为亲军步军司。枢密院掌管兵籍虎符，可以调兵发兵，但是不统兵。三衙负责统兵，但是没有权力调动兵马，两者互相牵制约束。兵部仍然是中央机构，但是只管湘军的兵籍以及民兵番兵。笼统来说，宋代的军权就是3分而治这么个情况。新任兵部侍郎李纲有生以来头一次跻身北宋重要官僚行列，但是位置很尴尬，因为不是高级宰制人员，所以呢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转眼间，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入京师，道君太上皇帝已经离开，宰制官员们几乎是一边倒的都在劝说宋钦宗赶快离开。李纲越级闯进皇宫，以此相见，说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为？
放眼天下，有哪座城池能像东京这样坚固呢？这个时候，如果连您也逃走，这个大宋江山怕是要 over。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秦王之师。一旦各路秦王大军赶到，内外夹击，则金军不足为惧。他是慷慨激昂，他是好说歹说。皇帝决定留下，并且当场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着手领兵迎战强敌。接下来的李纲啊，分别做了几件事。通过禁军对皇帝施压，让他们表示坚决不走，即便走了也很有可能会在半路上抛弃皇帝。这颗定心丸让钦宗彻底脱离了摇摆不定。就在这之前，他的日常用品甚至都已经装车，即便已经答应李纲留下，可是他依然在准备随时跑路。皇帝总算决定不走了，李纲又以皇帝的名义迫使大臣们也留下来。这一天呢是正月初五，在李纲的极力劝说下，钦宗来到宣德门慰问士兵，即便只是象征性的露上一小面，在这种非常时期却是意义非凡的。李纲和吴敏呢更是借此大作文章，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檄文，当着士卒的面大声朗读，人们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每读一句，这个士兵们都会激动应和，直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愤然落泪。守城的气氛已经有了，可是毕竟承平日久，人们不仅忘了怎么守城，甚至连守城的器械都没有了。时间紧，任务重，这个李纲到底要如何带领人们守住这座100余年的都城呢？黄河泛滥2000载，淹没开封几座城。开封这座古城在考古方面很有意思，往下挖3米是清代的开封城，挖到5米是明代开封城，挖6米是金代汴梁城，挖到8米深是北宋都城东京汴梁，挖到12米是唐代汴梁城，挖到15米深是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大梁。6个不同时期的开封，城落着城，层层叠叠。风水学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里上不应天星，下不应地脉，土地枯燥，没有生气，因此一次次的建起，又一次次的被埋掉。中国古代的城墙是从土城演变为砖城的。宋代的东京汴梁城，从内到外分别有宫城、内城、外城。内城修建于唐朝建中2年，外城修建于5代后周显德2年。修城墙的时候，由于开封周边土质松软，周世宗特意下令从100里之外的虎牢关取土，最后是屡经加固，坚密如铁。长期以来，在史学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决定定都汴京的时候，曾经对城墙进行过一次改造。最初由宰相赵普亲自设计，城中的街道都是横平竖直，但是赵匡胤看过以后呢，很不满意，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城市规划的歪七扭八，从街道到城墙全部都是弯弯曲曲，到处是不合几何学的地方。当时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样一座城看上去委屈又古怪，实在是有碍观瞻。到了徽宗一朝，艺术家皇帝对弯弯曲曲的城墙进行了改造，凡是不平的地方全都拉直，重修之后整个京师漂亮了许多。可是问题也很快凸显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城墙过于笔直，反而更加容易受到攻击，在金军大炮的轰击下会引起大面积的坍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人家赵匡胤真是高瞻远瞩。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发现这一则材料因为缺乏事实依据，很可能是谣传。汴京的外城城墙南北稍长，东西略短，有点像一个菱形，东西南北共有城门12座。由于有3条河流贯穿其中，又专门在外城设置了8座水门，有的水门呢装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除了4面主城门是直来直往的双重城门设计以外，其余城门全部带有3层瓮城，并且是扭头开门的设计。什么是扭头开门呢？这是指瓮城内外门不是正对着的，人们出城先经过内门，在瓮城里再转个90度的弯，然后再走向外门。这种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加强防御，增加攻城的难度。汴京的城墙每100步设置一个马面，所谓马面就是在墙体外侧突出的部分，马面上面有战棚和女墙。
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组合，在古代城墙防御系统中经常可以看到。汴京外城城墙内有专门的衙道，种植有各种树木，每200步有一个防城库，专门存放各式防城器械物资。城墙外面有一条宽10余丈的护城河，名叫护龙河。北宋的都城汴京啊，尽管地处平原，但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完善，只要兵力和粮草充足，无疑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也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让李纲在仓促之间为取得第一次汴京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靖康元年的正月初5到正月初8，金军兵临城下，满打满算也就3天时间。利用这3天的空档期，李纲迅速做出响应。东西南北4面城墙，每一面配备12000名正规军，同时呢，安排大量的乡兵、保甲、民兵专门为正规军服务。为了统一号令，避免人马混乱，在城墙上啊，以100步为单位，又安排了宗室和武臣对将士们加以约束。城门是最难防守的，所以呢，同样安排中贵人、大小使臣分兵把守。除了城上守城的人员以外，李纲又准备了4万兵马，分成前后左中右5个军，每军8000人，专门安排2个军出城，一支驻扎在樊家岗，因为这里是城外一处高地，同时呢又是护城河最窄的区域；一支呢去把守岩峰仓，这里有存粮40万担，剩下3个军居于城中作为机动部队。人员安排妥当的同时，守城的器械物资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这个城墙上啊，原本有木质塔楼若干，但是经过宋徽宗的改造，塔楼被全部拆除，迟迟没有修复。这时候只能选择在重点防区抢在金人到来之前，有选择性的予以修复。除此以外，还有保护城墙的毯子，重新给城墙装上大炮和弓弩，运来大量砖石作为炮弹。这个砖石呢，也可以用来应急，修补城墙缺口。同时呢，还要放好滚木，备下火油、火炬，敌人一旦攻城，这些都会派上用场。仓促之间，粗略准备就绪。正月初7，金军出现了汴京城外，他们选择在木沱港安营扎寨。木沱港地处汴京城外西北方，3面环水，背靠水塘。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北宋皇家养马的所在，养着2万多匹御马，存放着堆积如山的草料。过去郭药师啊，曾被宋徽宗邀请来这里打过球。这会儿呢，正是在郭药师的引导下，金军将宋朝的皇家马匹一网打尽。沃离部领兵到达汴京的当天傍晚，金军马不停蹄展开攻势，首先对西水门发动火攻。说有那么多的路门可以选择，怎么就偏偏选择了攻打一座水门呢？其实金人啊十分精明，陆地上的城门都有瓮城，而水城门呢只有一个水闸，往往是防御系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守城的也知道这个水门啊比较薄弱，因此呢通常都会有相应的反制措施。以汴京为例，几乎每座水门都建有拐子城。什么是拐子城呢？就是垂直于城墙，紧邻河岸而建的与城墙同高的建筑物。这个水门一旦被攻打，人们可以站在拐子城上向下射箭。那么这一次针对汴京西水门，金军派出了船只数十，在船上放火，然后顺流而下。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水闸烧毁。李纲得报以后，亲领2000死士临城汉御。人们站在拐子城上，用长钩勾住火船，随后用石头将船砸碎。光是这样还不够，他们又在水中安置了叉木，火船撞上叉木就会失去动力。如果躲过了钩子，又躲过了叉木，还有蔡京家的假山在水中予以拦截。由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巨石，李纲下令把蔡太师家中的假山搬来，扔在了河里。经过层层防御，眼见始终无法攻下西水门，金军扔下100余具尸体，撤兵而去。正月初9这天，李纲正在向钦宗皇帝汇报的时候，急报传来，说金兵再度来犯，正在猛攻北边的酸枣门和封丘门。早上6、7点钟，金军集结完毕，发起进攻。这其中以酸枣门的情况最是危急。李纲即刻请求皇帝再派一些禁军中的神射手跟随他一同去守城。皇帝马上传旨，禁军调来1000神射手，听从李纲调遣。从皇宫大内到酸枣门大概20里的距离，一行人抵达的时候，金军已经
渡过护城河，正在用云梯攻城。李刚带来的1000神射手马上派上了大用场，个顶个的是箭步须发，金兵纷纷应弦而到。城上的情况稍缓，李刚又来到酸枣门下督战，忽然看见有人从城门上往下扔人头，一连着扔了6、7个。奇怪的是，被杀的都是宋军，不是正在攻城的金军。询问之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奸细。李刚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人在非常情况下特别容易出现过激的行为，滥杀往往是恐慌的一种表现。真正的情况应该是守城者在极端情况下产生了过度恐慌，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很快会有谣言散布开来，人们会误认为到处都是奸细，到那个时候就会逃跑溃散。想到这儿，李刚当机立断，将几个杀人的兵卒斩首示众，并且传令3军，凡有奸细必须亲自带着人到长官处，验明确实是奸细的重赏，再有擅自伤人性命者杀无赦。控制住局面以后，李刚马上率领几名官属登城督战，激励将士。金人有乘坐木筏强渡护城河被击中溺水而死的，有登上云梯被砸死摔死的，也有被弓弩射杀毙命的。此时的宋军已经是越战越勇，对稍远的金军用威力巨大的床子弩和坐炮，近一点的用神臂弓和强弩射击，已经爬上云梯的用滚木雷石将其击杀。李刚又募集了壮士数百人，这几百壮汉只有一个任务，依靠绳索坠城而下，然后想办法烧毁金人的云梯。他们共计烧掉云梯数十座，同时斩首金军将领10余骑。金国人是将领还是普通士兵也很好分辨，凡是耳朵上戴着大金环的就都是当官的，普通士兵则没有。在这一天汴京北面4座城门全部遭遇了金军的猛烈攻打，尤其是酸枣门，这个城门上遍布箭矢，好像一个大号的刺猬。战斗从早上的6、7点钟持续到了下午4、5点钟，金军在折损了数千人之后陆续撤走，守军也有伤亡，最大的伤亡是之前没有守住黄河的河灌，从打回到汴京就一直没让进城，最后他是背城拒战3日，身上枪伤刀伤无数，以62岁的年纪战死沙场。经过这一场战斗，宋军信心大增，金军号称有30万兵马，但是根据宋军的估算，最多不过6万人，而且其中半数以上还是契丹人、渤海人、北地汉人，真正的女真部队不超过3万人。战后当天的夜里，皇帝特意派人犒赏3军，送来御酒、银碗、彩绢无数，将士们在城头上欢呼，守城的士气此时达到了一个高潮。酸枣门一战之后，金军再也没有大举进攻，围攻汴京让金国人感到了困难，同时也让北宋的钦宗皇帝感到了恐慌。这场战争逐渐开始朝着议和的方向转变。北宋派了一个叫做郑望之的官员，沃利部派出北地汉人吴孝民，双方在阵前不期而遇，展开谈判。吴孝民表示沃利部听说宋徽宗已经退位了，已经做好要和平的打算，就当是双方做了一场买卖，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随后给出金国人希望的和谈条件，双方以黄河为界，宋朝割让山西、河北，再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银用来犒军。郑望之听罢说你们这哪是做买卖我举个例子好比有人想要买一匹绢，卖家要价3贯，买家只愿意出2贯，卖家让再加个100-200文，最后谈妥成交，这叫买卖。金军是既想要金帛又让割地，这不叫买卖，这叫强取。这俩人是争来争去没有结果，很快宋朝派出同知枢密院事李卓作为正使，以郑望之为副使，带了1万两黄金和若干的酒果前往金营谈判。李纲想要亲自出使，被皇帝拒绝。钦宗认为李纲性情过于刚烈，担心他去了以后出事儿，但是李纲又担心李卓过于软弱会吃大亏。事实证明李纲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李卓见到沃利部以后，北面下拜，西行而前。沃利部通过翻译给出和谈条件，说宋朝需要支付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万匹，马驮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岁币增加到200万贯，尊其国主为伯父，凡是从燕云地区过来的人口一律返还。
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之地，同时呢，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说完，把已经写好的和谈文件让人交给李卓。那么李卓呢，一个正二品的高官，当场是汗流浃背，唯唯诺诺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把金人反倒逗笑了，说此乃一妇人女子耳。转眼这份文件啊，被带回了北宋朝堂。除了李纲以外，在宰执官员们的要求下，宋钦宗答应了所有条件。随后呢，一丝不苟地执行金人的要求。交割需要时间，首先需要将金军要求的人质送往金营。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这时候挺身而出，同时选派少宰张邦昌一同前往。康王在金营期间表现得不卑不亢，金人对他以礼相待，握礼部更是表示如同见到兄弟一般。这个时候的北宋朝堂，尽管李纲啊一再建议不要着急凑钱，割让3镇的这个诏书也别着急发，能拖先拖着，不留把柄就好。用不了多久，只要秦王大军一到，金军为自身安危考虑，也会撤离。可是啊，这个年轻的钦宗皇帝在这个时候惶恐不安，他只想尽快的送走瘟神，对李纲的话他已经是听不进去了。在皇帝的催促下，中书省向山西河北下令，由3镇官员向金军交割，不得延误。可是李纲通过手中的军权，将交割命令给扣了下来。除了交割3镇，一次性的这个赔偿金银同样棘手。为了凑齐这500万两金、5000万两银，钦宗连下几道诏书，从皇宫大内到文武百官，再到全体人民，甭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为了避免金军破城后烧杀抢掠，需要全员总动员，付出大笔金银。由于距离目标一直相差太大，皇帝开始采取定向方式筹措这笔金银。首先是皇帝的内官，指定额度由专人监管。其次呢，是宋徽宗留下的大批宠臣贪官，蔡京、童贯、高俅等人被抄家，家产全部充公。除了内官和贪官，社会上的金银大户也成了目标。和宋徽宗传出过绯闻的李师师以及同等规模的妓院，财产被一并超收。从正月初10答应金人要求，到正月20，经过10天的搜刮，共计得到近30余万两银，1200余万两，距离要完成的目标相差甚远。宋钦宗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李纲说的是对的，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呢，一条更加苛刻的搜刮令被颁布出来。他要求城中百姓共克时艰，强烈建议人们把家中的金银全部交出，如果有所隐瞒，就会抄家罚没。如果上缴达到一定数额，可以做官，实名举报有奖，知情不报一并惩罚。到了正月28，累计搜刮了金50余万，银1400余万。那么同时经过协商，皇帝开始以宫中宝物折价充数。就在宋钦宗拼命搜刮金银，试图满足金人要求的时候，各地秦王兵马陆续赶到。汴京城外一次突然发生的军事行动，让事情有了新的变化。到靖康元年正月21啊，崇师道姚平仲、张俊、韩世忠、汪洋、马迁、佘可求、佘延志等等几位经历过战阵的将领陆续赶到汴京。西河路的姚贾和秦凤路的崇师忠也正在赶来的路上。秦王的兵马已经达到了20万，到底该由谁来统一指挥，反而成了问题。那么经过商议，朝廷专门成立了一个京畿河北河东宣抚司，由老将崇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担任副手。刚刚组织了汴京保卫战的李纲，在这个时候所能指挥的只有城中的左中右3军，城外的兵马全部交给了这个宣抚司。但是指挥权不够集中，各地的将领各自为政，这些都为后来埋下了隐患。宰执们主和，武将们主战，也让朝堂内外意见始终无法统一。为了让金军尽快离开，这个搜刮案仍在进行着。皇帝把祖宗传下来的财宝尽数献出，甚至送去女人为金军服务。可是金人对金银的渴求过于强烈，城外村镇被大肆劫掠，甚至呢还刨开了一些后妃、公主、皇子的墓葬，大量的殉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不人道的举动终于触怒了钦宗皇帝，迫使他逐渐倾向于主战派。正月27，大雾弥漫，钦宗叫来了李邦彦、吴敏、李纲、崇师道、佘延志等人召开御前会议。
李纲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他说：“今人之兵，满打满算不过6万，现如今秦王之师云集城下20余万，今人是孤军深入，就好像虎豹自投罗网，为今之计，应该扼守黄河，绝其粮道，对四处劫掠的予以打击，分出一部分兵马去收复河北，派重兵贴近金军大营，但是坚壁不战。应该采取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办法，耗到他们粮尽人乏，再逼迫他们归还三镇和师叔，放他们北归。等他们半渡黄河的时候，集中所有力量给予毁灭性打击，此必胜之计也。”那么李纲的计策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考虑到姚贾和崇世忠2路兵马还没到，最终决定在2月初6开始展开行动。大计已定，可是到了2月初1的晚上，突然发生了变故。城外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领兵7000，对金军大营发起了一次斩首行动。姚平仲其人是北宋名将姚贾的养子，曾经跟随童贯平定过方腊，屡立战功，但是被童贯压制。这一次到京后，他又提起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是刮目相看，屡次单独召见。姚平仲一方面是立功心切，另一方面呢是姚氏和崇氏2家子弟各不相下，他想要提早单独行动，因此呢和部将杨可生面见圣上，提出结营的想法。他的作战目的是擒斩金军主帅沃利布，救回康王赵构。出人意料的是，皇帝竟然同意了。于是呢2月初1的夜里，姚平仲、杨可生领了7000精锐发起突袭，冲进金军的大营。进了营寨，却发现这个寨子大半都是空的。姚平仲心中暗叫不好，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金军从营外将宋军包围，斩首行动宣告失败，结营变成了突围，折损了1000多人。好在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主将姚平仲下落不明，杨可胜被生擒活捉。这一场结寨之战是当时宋金2国重大战事之一，对此后宋朝军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对主持京城战守事务的李纲，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一个角色，历来说法不一，存在争议。根据顾恒毅先生的观点，认定李纲实际上是结寨之战的主谋，姚平仲只是最终的实施者。那么这场突发事件让金军主帅沃利布对宋军有了新的看法，说以7000人主动攻击6万兵马，双方战损旗鼓相当。大批的秦王部队这个时候给到的压力也让沃利布感到忌惮，因此一方面向宋朝表现出愤怒，一方面开始考虑怎样安全撤离。沃利布此后不再纠缠于赔偿金，人质问题成了双方最关键的谈判点。最终康王赵构和张邦昌被放还，换来了钦宗同母弟肃王诏书。双方约定好了，金军一过黄河就把肃王放归。到了2月初8，姚平仲结营后的第8天，金军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边境之旅，开始迅速撤离。不久以后，年罕的西路军也开始撤退。截止到这个时间点，金军通过这次战争得到了太原以北的所有领土，以及燕京6州，名义上得到了太原、中山、河间3镇。女真人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华北平原和山西中部。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慢聊两宋烟云的第8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江山残破，社稷倾颓，面对这种局面，宋朝君臣会如何面对呢？他们会不会轻易交割3镇？是战是守是躺平？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宋钦宗最终会如何选择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